我们来学习一下美甲单色渐变的方法。单色渐变呢，现在市面上的教程也比较多，它的方式也特别多。但是相对来说呢，我总结了这2款就是比较实用的方法，就是大家可以不需要太多的可以去学习，但是这2种相对来说，我在做指甲的过程中用的次数是最多的。这2种呢，第一种是这个透色系渐变，透色系美甲就是这种那个果冻色也叫啊，就是透色系的。另外一种那个单色渐变呢，就是我们来学习这种实色的，就是这2种。因为我们的胶有透色有实色，但是在做渐变的时候呢，大多是用这种透色系的比较多，但是用透色系的方法去做实色系的这种渐变的话，它的效果是做不出来的，就是我们需要做到就是完全无笔痕的那种效果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学这种2种方法啊。先是第一种透色系的胶，我们需要准备用到的工具呢，这个甲片我先用这个淡白色的打了一个底，方便大家去看。然后第一种方法呢是用这个戳笔去做，这个戳笔在做的时候做一双手，相对来说用这种方法是最快的，而且不会出错。除了这些呢，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个棉片，就是戳笔和棉片，这是我们要用到的工具。然后我们选一个透色系的胶，在甲片上呢，首先我们在做的时候是先涂到整个甲面的2/3处，一点点去去胶，一点点做整个甲面的2/3，或者说是1/2都可以啊。涂到这之后呢，我们拿我们的戳笔，准备好棉片放到这儿，拿我们的戳笔，从我们连接底色和你这个色胶连接处的下方开始，一点点往上过渡走，过渡一下擦一下笔，过渡一下擦一下笔。千万不要怎么着呢，就是从这个接缝处直接光过渡这个位置，它出来的颜色对比会比较明显，因为这个胶颜色比较浅，现在看起来不明显。如果你要深色一点的话，它就比较特别的明显，你的这个接痕对比。我们要的是一个由深到浅的一个过渡，包括从上到下也是一样去做的啊。我们继续往上去过渡，过渡一次擦一次笔，过渡一次擦一次笔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一层渐变是比较浅的，看不看出来？我们先烤灯。好，第一层烤完之后，我们上第2层胶。第2层呢，也是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刷到整个甲面的1/2处。刚才第一层是1/3，现在是刷到1/2。哎，这样整个指甲前端包裹一下，然后接下来也是拿我们的戳笔，这个棉片是不需要蘸清洁水的啊，是一个干棉片，然后一点点往上过渡。这个每一笔下笔的轻重一定是一样的啊，千万不要有的重有的浅。好，第2层这就过渡好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烤灯。第2层烤完之后呢，我们再上第3层。第3层是涂到整个甲面的1/3处，涂到指尖的位置，然后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去做渐变。因为这个颜色比较浅，我过渡的时候，指尖为了让整体颜色更深一些，没有说一笔一笔的去再去擦这个笔。你看现在整体这个浅色过渡区已经出来了，但是因为整体颜色比较浅的，我们需要就是用同样的方法再去叠加。但是正常的一些透色系美甲用这个颜色在指甲上来说，已经就这3遍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先烤灯，我们再额外叠加1层，就针对于浅色系来说，太浅的话可以再额外再叠加1层，先烤灯。好啦，这是烤完灯后的一个效果。如果说这个透色系其实做到这里呢，它的渐变效果就已经出来了，通过这3层的叠加。如果颜色比较深，我们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再做，直接先上1层加固胶，然后再上封层，这就做完了。但是因为这一个，尤其是宝宝们，如果说你的颜色整体做的比较浅，想额外再加的话，哎，你这个时候可以再叠加1层。怎么去加呢？最开始不是从1/3到1/3嘛，我们这个时候再涂到整个指甲的2/3处。
色渐变，相当于在原来的那个颜色基础上，整体又铺盖了一层，又盖了一层我们的这个目标颜色。好，然后我们看现在其实已经变深了，颜色已经加深了啊。我们再稍微过渡一下。如果你的笔不清理，直接一直戳的话，你戳的那个笔痕会特别的明显。这就是为什么要让你们戳一道，然后擦一下笔。如果控制不好的话，很容易让它颜色变得这个笔痕会变得太重。好，我们先烤一下灯。看烤灯之后，整个指甲自立效果其实已经出来了啊。如果想要在它的层次更明显一点的话，我们可以在指尖再添加一下，让它由一个实色，就是比较饱满的一端，向虚化的一端去过渡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叠加完之后，全部盖一层之后，在指尖再稍微，再叠加上一层。好，我们这个指甲到这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，这个层次渐变。好，烤一下灯啊。好了，你看我这是烤了30秒，你这个把我们细看一下啊，你看这个表面是不是有很多的这种凹凸不平的这种笔痕，是不是？我们为了就是说在本甲上让这种笔痕变得更淡一点，就是虚化一下这些笔痕，因为透色系其实笔痕相对来说不是很明显，所以说做轻微的一些淡化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用我们的加固胶，拿加固胶用细一点的就可以啊，或者说是用一层底胶也可以，在我们的甲面整体铺一层。这一步呢，主要就是为了淡化我们的笔痕。我们看一下啊，现在这上面那些笔痕基本上是没有了，而且你这个颜色渐变是比较平常有刷子上有小东西刷下来擦掉，再往这个胶罐里放哈。你看现在就是比较这个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烤灯烤到完之后上封层，这是我们一个透色系的一个渐变方法。